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形势节目，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网址是 3w.6d.world。美国欢迎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交谈的前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白宫高级官员杰克·沙利文赞扬了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与中国总统习近平之间计划中的电话通话，并表示拜登总统也愿意安排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据报道，该电话将在习近平下周访问莫斯科后进行。美国官员一直热衷于强调乌克兰对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持续冲突的看法。沙利文对习近平、泽伦斯基的通话计划表示怀疑。他补充说，在他发表评论时，没有乌克兰官员能够证实该报告。沙利文还表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能会给拜登一个与习近平交谈的机会。拜登和习近平之间的先前讨论被白宫定性为建设性。然而，华盛顿认为是中国间谍气球进入美国领空，导致拜登政府取消了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对北京的拟议访问。在此期间，他希望安排另一次拜登习近平会议。中国在莫斯科的外交存在，包括高级外交官王毅最近访问莫斯科，促使西方列强指责北京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中支持俄罗斯。中国新总理忠诚能让他走多远？ NY Times。 中国新任2号领导人李强处于习近平总统强调共产党专制控制社会与支撑中国崛起的商业友好政策之间紧张关系的中心。李在上海庆祝避免全面封锁造成的经济破坏时监督上海，但定义中国城市精神的实用主义和商业友好前景让位于习近平的零星观，导致李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封锁，将2500万人限制在家中2个月。然而，在新总理的领导下，中国需要振兴经济，恢复受到新冠疫情限制打击的信心，并对科技和房地产进行打压。李先生面临重大挑战，他将只关注国内民生问题，习近平负责其他一切。为了振兴经济，李强必须恢复已经受到严格新冠限制以及政府对科技和房地产的打击的严重影响的信心。为了让中国繁荣，投资者必须确信他们对党的重要性，以及北京对市场导向经济的持续承诺。尽管习近平强调国家安全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李强的记录表明了他对商业的承诺。作为上海市委书记，他敦促在上海建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并在他的领导下，马斯克 Elon Musk 建立了特斯拉最大的电动汽车工厂。虽然李克强声称支持市场经济，但习近平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李强成为中国新总理的中心舞台。BBC。 中国总理李强表示，上周设定的 5% 的增长目标不太可能实现，但也暗示其经济正在企稳并开始回升。该国经济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受到北京的零新冠政策、人口下降、失业和对私营企业的镇压的影响。李强的任命让许多人感到惊讶，因为与他的大多数前任不同，他没有在中国中央政府工作的经验。尽管他被称为习近平主席的忠诚者，上周他获得了历史性的第3个国家主席任期。李克强的任务是管理中国经济。经济学家担心中期增长将更难实现。Financial Times。 习近平被授予第3个任期的中国国家主席，在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加剧和国内经济挑战加深的情况下，巩固了他对权力的控制。在过去的10年里，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政府学教授 Mingson Pei 表示，过去10年来，民族主义言论一直受到习近平的批评。他说，最大的变化是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崩溃。虽然习近平的正式任命主要是仪式性的，此前他在10月的党代会上获得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军方领导人等更强大的职位，但这正值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敏感时刻。议会还任命副总理韩正为副主席，这个角色主要是礼仪性的，预计他在现任政府中几乎没有影响力。在习近平执政的第1个10年里， Mingson Pei 表示，随着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重新点燃乐观情绪将是总统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反弹，然而经济学家担心中期增长将更难实现。习近平严厉的零新冠政策意味着去年经济增长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之一。此外，房地产部门和地方政府继续与债务做斗争，重新平衡经济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努力尚未取得成果。过去几年，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从贸易战和更广泛地区的影响力，到全球舞台上对中国的批评，涉及知识产权、间谍活动和侵犯人权等涉嫌问题。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担忧。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与亚太、非洲和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战略合作政策，已成为全球专家和政治家的热门话题。随着经济步履蹒跚，中国新总理试图提振商业信心。NY Times， 中国第二位最高领导人李强总理承诺，私营和国有企业将得到平等对待，企业家的财产权和其他利益将得到尊重。李克强还赞同企业家的作用，并发表了多年来最有力的声明，即需要保持私营部门的活力。他的言论引发了香港和中国大陆股价的大幅上涨。然而，他没有提供振兴经济的具体细节，并警告说，实现中国今年 5% 的增长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许多其他国家也面临重大经济挑战的情况下。习近平说，中国军队应该成为钢铁长城。ABC， 习近平表示，该国必须实现军事现代化，反对台湾独立势力，促进祖国统一。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官员全国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他的国家必须把军队变成钢铁长城，以维护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习近平最近再次加冕该国国家主席，连任第3个任期。他还呼吁加强科技自力更生和加强实力，促进产业转型。此外，总统表示，中国应该反对外部势力对台湾的干涉。他还指出，北京应全面、忠实、坚定地实施一国两制原则，以确保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稳定。中国新总理李强周末在全国人大上发表了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批评美国的围剿政策。习近平誓言建立和平的台湾关系。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根据习近平的说法，中国将努力促进两岸和平关系，尽管该国与台湾支持独立的政府关系紧张。习近平承诺反对外部干涉，并发誓要促进中国的统一。中国新总理李强重申了他的评论，他说，恢复两岸正常交流是每个人的共同期望。分析人士认为，与今年两会期间的政府报告不同，中国更强调人员交换，而不是使用军事力量将台湾重新置于其控制之下。台湾被北京视为一个分离国家，但自蔡英文独立政府于2016年上台以来，台湾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正如我们一直注意到的，美国最近一再发出关于中国可能发生两岸攻击的军事警告，导致北京警告华盛顿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越过其红线。谢谢大家收看中国形势节目，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